OK， 这个大哥一定要让我要用手。Yeah. Then you eat like this. Come on. 今天呢，小陈准备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厄特最好的餐厅啊，一起看一下他们厄特人都吃什么，看一下吃顿饭要花多少钱。Good morning。这个餐厅呢比较旧，但是也比较有格调啊。它这边的菜呢是整个厄特餐厅里面菜最多的一家，也是最受当地人欢迎的一家。哦，这还有汾酒呢，兄弟们，还有国窖1573，那儿汾酒、泸州老窖、小糊涂鲜，然后这儿还有18洞村。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 for your special food only in Eritrea? With injera and we have shiro. With injera, right? Yeah, it's Shiro, what is shiro? It's shiro. It's like a yellow sauce. 这个大盘子里面装的呢就是英吉拉了啊。英吉拉呢是埃塞俄比亚，还有就是厄特的，算是他们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菜了。A meat for lamb. Wow, cool. Here is your bone. So this is the. Here is the bone for the sheep. 前面的是羊内脏，后面的是羊肉啊，兄弟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英吉拉啊。它英吉拉呢，它是分两面，这一面呢是会比较有那种很多的孔啊，然后这面呢会稍微比较细腻一点，但吃起来的口感呢就是那种酸酸的啊。如果直接吃的话，它咬起来有点沙沙的感觉，然后是那种发酵过的，特别酸，就是甚至于有点像 solo 的感觉。这个英吉拉呢也是被称为埃塞的国菜，很多人给它取个名字叫抹布啊。瞬间就没有感觉了，是吧？的确，它这个馊馊的味道是有点像抹布的。它铺了羊肉的那个酱汁啊，就渗到这个英吉拉里面了，就整个的它的口感会变得更有层次感啊，而且也会更好、更香一些、更入味一些。就在非洲很多菜里面，它都是要用手才能吃出它这个非洲的味道、非洲的感觉。尝一尝这个纯的羊杂。这个还可以啊，羊肚、羊肠，但吃起来里面还是会有沙沙的感觉，哪怕是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餐厅里面。它这个肉里面呢是有那个辣椒、洋葱、西红柿酱。它这个羊肉呢，它是放在那个他们当地特色的一个灶上面，下面生的是炭火，然后上面呢是放的是那个陶的锅，然后煮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我感觉这个配米饭更好吃一些。你看 ，I see。I see. I tried. I tried. Have you tried this one? Yes, I tried. Not by spoon, with injera. OK， 这个大哥一定要让我要用手。You have to eat like. 这个经理过来教我吃。Like this. Yeah. You see? Yeah. Then you eat like this. Come on. 妈妈咪呀！妈咪呀！这个餐厅的经理说的，你不能用勺子吃，你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英吉拉的一种侮辱。好，我先用手吃啊。哇！包一个大的。small one. Small one. 他看我包太多了。Like this 啊。看一下这个东非的咖啡是怎么煮的。啊。This one. Yes. And if we grill it on this one, Yeah. if we heat it like this, it's gonna be changes color black, right? Yes. Millet popcorn, not the original. It's a millet, OK. Millet. 这是高粱的爆米花，它不是那个玉米的。I get it. You get it? 第一次吃这个高粱的爆米花，兄弟们。I see. 这个高粱的爆米花吃起来还挺好吃的，而且它不像玉米的那个爆米花的那么膨胀的那么大，它口感会比较细一点。Low sugar. No sugar. That is the traditional way, right? Yeah, try to. This is called integrinia. Finja. Integrinia. Finja. And this one integrinia jav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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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阿斯马拉呢，它的海拔也是差不多有2000多，也是比较适合种这个咖啡的。它喝起来有一点点那个中药的感觉，但呢回口呢它不会那么苦哈，我觉得还可以。然后呢，它是略微带有一点点那种辛辣的感觉，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这个肉咱吃完了，但是这个饼实在太酸了，吃不下啊，兄弟们，这个真的不好意思啊，太酸了。你看它这个时间一久，它就变干了，它那个水分蒸发掉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膜了。咱们先来结账，看一下这个在厄特最好的餐厅吃一顿饭要花多少钱。And check here is 128. The balance for you change.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Okay. 咱们刚刚这顿饭呢是花了228纳克法，合人民币的话就是114人民币。像这个菜的话90多块钱，不知道大家觉得值不值啊？这个消费水平其实在当地算是很高了啊。我觉得这个肉的味道呢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是配米饭那更绝啊。这是当地厄立特里亚人结婚的一个画面啊。这个大叔呢是他的侄子结婚啊，他要先去结亲呢。Yeah. Thank you. 这个是南方的亲属啊，然后他们这里有个车队，
现在要去接亲。他们这个不同民族的风俗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啊。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啊，他们这边结婚呢也是有车队的，然后也是有摄影师跟着的。来到这个厄立特里亚，就必须得尝一下这个当地的意大利冰淇淋啊。这边呢，作为意大利的前殖民地，这家老板说呢，他们家的冰淇淋是全东非最好吃的意大利冰淇淋。这家店呢，也是当地人最爱的一家冰淇淋店啊，兄弟们，咱们现在进来看一下。Hello, madam. Good morning. Can I get one ice cream? 哇，好多选择，选择困难症呢。Vanilla and tiramisu. Yeah. Thank you. It's how much? 40. 当地人也很爱吃啊，意大利冰淇淋。这40拉克法，20块钱人民币。不知道大家觉得贵不贵啊？在当地的话算是贵的啊，尝尝味道如何？它这个味道很浓啊，奶香味也很足。这样一个冰淇淋20块钱，我觉得还是有点贵的啊。但它这里的人还挺多的，很多人过来买。Chance， what lottery？ 哦，这个是彩票啊。Three numbers equal. 777. You get 10. Dessert 10 offer. Okay, let me. 1,500,000. OK， 这是厄立特里亚的刮刮乐，咱来看看有没有戏啊，兄弟们？没有 ，no， 嘿嘿，没有。So this is for the government. For the government. OK，Thank you. 咱刚刚试了一下这个厄立特里亚的刮刮乐，也是他们政府机构的，这个不可能是有私人的搞这个啊。10块钱就5块钱人民币刮了一下，相当于给他们国家交点税吧。这位是 Vincent， 我们的网友，所以你是刚来这边2年多？对，22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来了。您是学工程的？没有，我是学政治的。学政治哦。反正刚来的时候，这边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啊，对。现在其实习惯了，因为整个城市呢人也很少，比较熟悉了呀。对，就很平静。相比于国内的话，这边还是比较 peaceful。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属于是不大被人知道的国家。我刚来之前我也不知道，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国家呢是22年年初是联合国理事会投票的时候啊，投那个反对俄乌战争的时候嘛啊，他们投了反对票。我说这哪个国家怎么会投反对票？像那个一些认识的人在埃及啊什么的，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很多在非洲的都不知道，在非洲都不知道，地方太小了。就感觉他们这边的道都有很多这个属于椰枣树哈。对，这就是韩国小区吗？对，这就是韩国小区，跟那个马萨瓦一样的。因为它质量挺好的，这个也是95年建的。这个小区就感觉像以前咱们那个公务员的那个小区一样哈。对，所以就这个国家跟韩国关系也还可以。对，我觉得还可以。其实跟朝鲜呢，应该就不行了。跟朝鲜？它不是非洲朝鲜吗？那些桶里面装的全是水啊，因为这边基本上停水，所以当地人都得备很多水。这个95年建的，兄弟们，你们觉得怎么样？哦，这些都是大使的官邸啊。我看一下他在不在家。没关系，咱不进去也行，就转一圈就行。的确，这里面的房子建的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就它这边的建筑风格，其实还是属于比较古典的那一类。那像你们公司普通的员工，他们一个月薪水有多少钱呢？普通的薪水，就比如说工人啊什么的。这个比当地的话，比当地就是在当地公司上班的，或者在当地做服务业的话，要高出50%-60%。高这么多？对，就是外资吗？对，像本地工资，像是饭店服务员的话，1500拉克法左右，就700-800人民币。对，700-800人民币。医生之类的会高点，会达到2000多块钱。这就是很多普通人住的地方，铁皮。咱这边出去就是属于比较差一点的地方了，就是属于没有水泥路了，都是这种红土，所以整个房子的颜色呢也变红了。就是我来这边之后，我感觉到的就是说，可能我们在其他非洲国家，就是在超市里面买东西会比较贵一点，可能到当地的小店儿就还比较便宜的，对吧？但是这里当地的小店儿也很贵。对的，就是这样的，就包括因为它物资很稀缺，所以那鸡蛋也会这么贵吗？因为鸡蛋它没有大规模的那种畜牧场，就是不能大规模的去养鸡，所以它也是很贵。大家看这边的车呢，都是
金农，还有这个塔塔，就老一点的就是塔塔，哎，然后新一点的就是金农。这个是一个船的造型哦，规划的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你如果是航拍的话，所以要不投资个100多个亿，就给他们城市更新一下，让成都市政府过来。在这边呢，现在的红绿灯其实基本上没用了啊，但大家都还是很遵守这个交通规则，而且都会彼此的让啊，不会说像其他非洲国家一样还要按喇叭呀、吹呀什么的。这边的人都挺好的，开车也都很客气、很礼貌。这是全城仅有的一个汽车销售店，一个纺织厂，这个是纺织厂。其实，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意大利在这边建了挺多工厂的。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在就是怎么说呢，在1940年之前，整个阿斯马的红绿灯是比罗马的红绿灯还要多的。哦，周边有2000多家工厂。2000多家，所以说其实意大利当时还是挺花心思在这个地方去搞建设的。所以后面呢，就是因为2战结束之后，意大利战败。然后这些就交给英国去管理了，然后英国呢就没怎么好好管理，反倒是还摧毁了很多那些工厂。对，因为英国托管之后呢，我也不知道那段历史应该是怎么的去说，是吧？对，之所以这个意大利在这个厄特投了这么多精力去搞开发、搞建设的话，也是因为它没在非洲有几个国家是殖民地啊，它不像法国和英国哪儿都是殖民地，所以当时意大利好像只在北非，好像是利比亚还是哪儿。然后在这个厄立特里亚，就它的殖民地是比较少的，所以它也是真的是花了心思，想要把它打造成一个非洲的罗马的。